兄弟们，给你们看看今天我们在岛上的早餐啊，有2个海参，还有4条鱼啊，品种都不一样。这4条鱼呢，是我一大早上在鱼笼里面捞出来的。这2个海参是我在鱼笼周围捡的，还是头一回烤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我这都把鱼烤好了，也不知道秦哥干嘛去了。兄弟们，咱的野猪陷阱被猴子触发了啊！他在里面偷吃野果呢，看到没？吃的好香啊！看样子是饿极了啊！这也太不警觉了吧！我过来都没有发现。我说怎么这么多天逮不到野猪呢啊？原来是诱饵都被猴子吃干净了。哎呦哎呦！这家伙啊，吃饱了一溜烟就跑了。咱赶紧把这个陷阱重新布置好吧。希望这次啊不要被猴子打扰了。但是他真要来吃的话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因为猴子和我都是在这个岛生存的，他们也在为填饱肚子而努力啊。所以每次我放下诱饵的时候啊，都会吸引来一群猴子。哇塞，大头，你这早餐都搞好了呀？是啊，要等着你都饿死了。来，开吃。行嘞。目前我们正在佛罗雷斯海的荒岛上进行生存挑战。经过多天的努力，我们成功制作了2个大号鱼笼，并将其固定在了海里，通过投放诱饵来吸引鱼儿进入，从而轻而易举地收获食物。这个方法很有效，让我们连续几天都吃上了鲜美的烤鱼，暂时食物上没有那么紧张了。因此接下来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完成其他的事情。最近一直都是席地而坐来烧烤吃饭，非常的不卫生，因此我们想在岛上搭建一个厨房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毕竟是进行生存挑战的，如果环境一直很糟糕，身体肯定吃不消，所以尽可能的改善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，但是能创造环境享受时，也尽量的善待自己和兄弟们。我正在搭建着这个厨房的框架，大头子在一旁马不停蹄地编织着厨房的屋顶。你们看视频可能就几分钟，但实际上我和大头还有摄影师为了搭建这个厨房投入了整整1天半的时间。当然这个目前还只是半成品，只做好了框架、房顶、一个桌子和凳子，以及2个用刀子精心雕刻的盘子和碗。兄弟们，咱这个小厨房总算是完工了啊！以后吃饭就非常舒适了，而且干净卫生啊。守着海边，吹着海风，又非常凉快。接下来有时间啊，再在后面打造一套炉灶啊，那就非常完美了。秦哥，时间不早了，咱俩去找点吃的吧，干活干的肚子又饿了。行，还是老样子，分头行动。是。哎，忘了把手机给你了。哦，给我的。是啊，给你换。建厨房占用了太多时间，食物自然就短缺了。在岛上生存就是这样，只要我们稍微松懈，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想要在岛上生存的时间久，则必须讲究荤素搭配，营养均衡。可我们这段时间从陆地上只获取到了一些野果，除此别无所获，这让我们的身体已经感觉到吃不消了。被逼无奈，我们不得不想办法从椰子树上获取更多的营养成分。椰子树最顶端的心是非常美味的素食，富含纤维素、糖分和矿物质，对我们现在来说简直就是宝贝。上岛前船长就告诉我，这是很美味的食材，必要的时候可以拿来吃，但是下岛后要因此给他付钱。总算是把这个椰子心砍出来了，真的是累死我了。这晚上不吃几个烤鱼啊，根本补不回来。来，我们削一块尝尝啊，整个这一大块都是可以吃的啊。水分很足啊，就跟吃甘蔗一样，但是甜度啊没有甘蔗高，它是属于微甜的。走了，带回家。这老椰子啊，可是个好东西啊！在目前非常缺水的情况下，它里面残留的椰子可以很好的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，而且它里面还有很多椰肉吃。来，把它们都劈开，看看里面有多少水。此时我正带着鱼叉在海里潜水，整个寻找食物的过程很漫长，但收获也令我非常满意。你们慢慢看就知道了。今天下来我瞄准了很多鱼，但这种近距离的鱼叉效果不是很理想，所以今天我决定更换潜水的位置，去试试运气。我往前游了很久，到了一个深浅交接处，这里一边是各种形态的珊瑚礁，一边是向下延伸的斜坡，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落差。在这里我终于看到了食物的踪影，一个长在沙子里的海带子。经过时间的洗礼，它整个身子已经牢牢地镶嵌在了海底，所以要想拔出来非常的困难。为了拔它，我中间换了2口气，整整耗时2分钟。紧接着我又看到了一个，这个就相对好拔了一些。由于在这片海域没有天敌，所以一般它们都会长得很大很大，甚至超过5公斤。没有被打扰的情况下，它们会把壳子打开，这可能是在向大海获取食物。等待猎物慢慢靠近后，它们会把盖子立马闭合。在这里探索了1个多小时，我收获了大大小小好几个海带子。虽然过程辛苦了一点，但至少可以保证今天上岸后我们不会没有食物吃了。
在寻找海带子的时候，我突然有了意外发现，这是一只躲在洞里的八爪鱼。这个洞很小，它没有退路，所以今天我必须要拿下它。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没一会儿，它就从洞的另一头跑了出来，并喷出了大量的墨水，这严重影响到了我的视线。这家伙的墨水就像不要钱一样，只要我一抓它，它就喷一次；一抓它，它就喷一次，直接让我眼前一片漆黑。好在摄影师看到了他的位置，这次他终于被我拿下了。可还没等到我开心，下一秒他就牢牢地抓住了我的胳膊。每次抓八爪鱼时，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个情况，它的8个触角遍布着无数的吸盘，如果被吸到会非常的痛苦。好在我用力揪住了他的头，没一会儿他就败下了阵来。这家伙太能喷墨，太能吸了啊！把我的胳膊都吸红了。本以为今天有了这些收获已经非常不错了，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始。在接下来的探索中，我发现了一只非常美味的龙虾。至于我为什么强调美味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当我收获它以后，才发现它整个身体是非常柔软的，看来刚刚经历了换壳。每次换壳后的龙虾身体会变得非常软，这是它最脆弱的时候，同时也是最美味的时候。后面我又在礁石洞里发现了一只琵琶虾。和一只蓝色的花纹龙虾，还有一个在沙子上躺着的海螺。哎呀，今天真的是冷死了啊！整整在海里泡了几个小时，而且回来的时候啊，还赶上大退潮，我和摄影师爬回来的，鱼叉还丢了，真的是太倒霉了。好在收获还不错，有一个八爪鱼啊，有2只龙虾，还有几个海带子，还有一个螺，还有一个琵琶虾。整体来说啊，还是挺丰富的啊，咱先带回去。大头啊，赶紧把这些海鲜处理上啊！现在退潮了，我要去看看大鱼龙。哦，这么多，行嘞行嘞。大头这小子没少倒过东西回来呀、这整个鱼笼啊，全部都露出来了啊！我们看看有没有收获。希望有大鱼啊！天哪，空空如也，可能是间隔的时间太短了啊！昨天才被大头捞空了。往前面走啊，还有一个鱼笼，这鱼叉丢了，挺可惜的啊！因为刚刚在那边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条很大的鳗鱼，一下就溜过去了。如果带着鱼叉就好了，但摄影师告诉我啊，他说我如果带了鱼叉呢，就看不到鳗鱼了。你们说奇不奇怪？这个会不会有货啊？好像啥也没有啊，可能是诱饵挥发了啊，后面得多放点进去啊。这玩意儿是真的甜啊，而且没有一点涩味。我们给它切成小块啊，配着海鲜煮汤喝。我们把这个椰子心也倒进去啊，给它搅拌一下啊，再来几个酸枣，增加一下风味。哇塞，这八爪鱼一烤好诱人呐！熟了，我们开吃吧。我感觉这是我们上岛以来啊最舒服的一顿饭了啊！烤海带子、八爪鱼、龙虾，外加椰子心海鲜汤，看着就想喝。来吧，大头，咱们开吃。好嘞，先来块那个椰子心啊。我来个大瑶柱。好嫩呐，而且很甜。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，好吃就完事儿了。4个字形容啊，软糯香甜。我也尝一块。确实软糯香甜啊，但我现在更想吃这个八爪鱼。给我也来一个。好嘞。好。
大家可能看着我们现在很舒服啊，但实际上我已经感觉到危机感了。记得刚上岛的时候啊，下去2个小时就收获很多，但今天我和摄影师啊，足足在海里泡了几个小时才搞到这些东西，感觉啊太不容易了。是啊，秦哥，我也有危机感，但天天为淡水而担忧，2个大鱼龙的收获也没想象中那么稳定。我意识到了，资源不好了，实在不行就跨岛呗。早就该跨岛了，换了岛，说不定就有淡水了。那这茬的任务交给你了。什么啊？我明天有更重要的事儿呢。你找食物又不擅长，万一跨岛失败，咱接下来2天吃啥？那你有啥计划吗？我的计划就是，明天你就知道了。行了，摄影师，快来一起吃吧，这汤千万不要浪费了，闲着呢。来，摄影师，这龙虾咱俩1人1半。